终于可以拍 YT 了。我想了一下，这次要先讲哪一个主题，然后决定了这次我再次想把以前说过的内容重新做一次总整理，分享给大家，就是关于我的军队生活啦。在 Netflix 上很有名的韩剧《DP 逃兵追缉令》，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 ？DP 组正规名称为军务脱离逮捕宪兵，군무이탈체포헌병，正是我的职位。其实2022年7月，这个职位已经正式废除，成为历史了。所以在我的记忆变得模糊之前呢，我想要全部都整理出来告诉大家。DP 组真的很特别，虽然是军人，但是我们要留长头发、穿便服，还能随身携带手机，甚至每个人都有公务卡可以使用。在 DP 这部韩剧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啦：你是靠什么关系进来的？这是因为当时跟一般的陆军相比起来 ，DP 组的福利太好了，确实有高官靠关系把儿子塞进来的传闻。其实我前辈的父亲也是位高层的人士啊，所以我无法完全的否认。那我们怎么抓人呢？原则上我们2个人一组，只要有人逃兵，现在是不知道，可是当初呢，我们会拿到对方的所有的个资，那我们也会亲自发公文追踪手机的位置跟网站的登录记录之类的。这样的话，甚至精确到他在使用哪一台电脑都能知道。那么在这里，我想给大家一个有关监视器的 tip， 就是透过监视器找人的时候，逃兵通常会戴帽子啊，或者是换衣服啊来掩饰身份。但是大家知道吗？他们几乎都不会换这个东西，就是鞋子。很多人想要逃跑的时候呢，想要换掉很多地方，但是一般都顾不上鞋子，所以我们靠看鞋子辨识过很多人。所以大家以后如果想要躲避追查，不是，我是说如果在监视器里面需要找人的时候，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鞋子。然后呢，我说的这些东西其实都不是什么机密性的搜查技巧啦，都只是基本中的基本，老套中的老套。所以希望大家休想靠这些来躲避任何警方的搜查，知道吗？那么确实也有抓不到的，我人生中就只有那么一次看到那样的 case， 是他躲在深山寺庙里面当了很久的和尚。其实我不确定他是不是和尚，反正就是在寺庙里面。至于一般逃兵的理由的话，除了怕被霸凌啊、兵变啊，前几年的话我看了新闻啊，还有一个超扯的，就是因为他太想要看复仇者联盟，所以逃兵跑去电影院，这种真的是例外啦。说到兵变的话，在韩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成语，就是一末上初。我想应该成年的韩国男生的话，全部都知道这个成语，意思就是不管男女再怎么相爱，当男生到了一等兵末期或者是上等兵初期的时候呢，90%以上吧，全部都会分手的意思，一末上初。好的， DP 组为什么这么拼命的抓人？说个最现实的理由的话呢，在我们的眼里，逃兵其实不是人，而是奖励休假券，就是那种哈利波特里面的金探子。好，前面一半是开玩笑的，一半是真的啦。一半是开玩笑的。要说没有使命感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抓逃兵其实就是为了救他们。在韩国呢，所有人入伍之后会有2件事情会给大家彻底的背起来，完全就是洗脑的程度。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主敌就是干部，是北韩。第二个就是身为军人绝对不可原谅的罪就是逃兵。我们韩国军队把逃兵视为重罪，我想在台湾一定也是啦。可是呢，在韩国这个反而让那些一时冲动逃跑的士兵呢，死都不敢回部队。那么最后他们没有勇气回来，最后被逼到却有勇气结束掉自己的生命。所以在我的军队生涯里面，光是我们亲自去找的逃兵们当中，就有5个选择在外面。而且是我加入 DP 组不到1个月就目睹了第一个这样的人。那个 case 就是明明定位就在附近，却因为晚了一步，最后我们看到的就是一具冰冷的遗体这样。虽然之后我也彻底的学会了把我的神经全部都给切断的那种训练，可是一开始如果早几分钟是不是就能救他的那种罪恶感，真的让我非常的痛苦。所以对我们来说，抓到他们就是救了他们一命。那么韩剧 DP 跟现实有什么样的差别呢？首先，认真的男主角太帅了，这太不现实。长这么帅，这么显眼，怎么抓人呢？还有在剧里面跟逃兵打架打得很帅，可是在现实当中呢，我们绝对不可以定勾机。早期的 DP 组的话，确实有许多危险的事情，所以一开始的 DP 组甚至是带着枪的。可是我们那个时候就只有手铐。据说我入伍好几年前呢，甚至有 DP 的前辈被逃兵给真的就是死掉了。然后从此呢，规定全部都
都改得非常非常的严格。如果逃兵有强烈的战斗意图，甚至有拿着武器的话，我们绝对不能跟他打。管我们这边有几个人，什么样的人最可怕？没东西可以失去的人最可怕。而且不管是哪一方受伤了，我们个人还有呢部队全部都要负责。只是韩剧把我们拍得那么帅，真的是太感谢了，谢谢您。在将近2年的 DP 生活当中，我见过的真的是多到令人惊讶的逃兵类型，有死亡的，甚至见过女兵的逃兵啊，还有2个干部手牵手一起逃的啊。他们不是男是男女哦，就是因为外遇啊什么的。其中我想分享一下3个我这辈子忘不了的经历。第一个就是南山塔谍报战啊，这是我刚当上 DP 没有多久，有一个下士就是干部级，他逃兵了。他逃兵之后防备的还蛮好的，手机开不到1分钟就会马上关掉啊，位置也一直都在移动，还故意跑到人多的地方。然后我们就查了他的通话记录，发现他一直在跟刚交往不久的女友有联系。于是我们就直接出大绝招，联系了他的女友。什么大绝招啊？我们就这样跟他说，如果你不配合，你也可能会受到很严重的法律的处罚哦。一般人听到这句话一定会受不了。而且其实我们也不是在说谎，那个女生也是听到我们这样跟她说之后，马上就变成了我的女人啊，不是变成了配合我们的人了。我们就请这个女友用甜蜜的语气跟她说啊，亲爱的，人家想要看夜景，我们在南山塔约会吧，我想看。没想到男生就真的答应了。更没有想到的是，这位女友挂掉电话之后呢，转头对我们比了一个 OK， 那一整个画面简直像谍报片一样。只是我心里面想说，他真的是你男朋友对吧？反正为了万无一失，我们就请这个女友呢，先到南山塔的观景台上面等他，然后终于2个人在美丽的夜景下见面了。哒啦啦啦啦，确认目标之后，我们所有的 DP 组全部冲上去，我们堵住电梯啊、楼梯口啊、厕所等所有的地方之后开始抓人。然后我们最后还是被下士给发现了，他看到我们这群人都在流着口水逼近，就直接整个吓得在观景台上面疯狂的逃窜。所以发生什么事呢？在那里的游客们也全部都开始尖叫啊，这是发生什么事情？可是他也跑不远啊，我们绕廊的人很多。最后我们就在美丽的首尔、美丽的天空、美丽的夜景下，把他压制在地上，铐上手铐，然后其他周围的人都在那边尖叫。这绝对是我 DP 生涯当中最像电影的一幕。那第2个案例就是我上等兵的时候发生的事情，我到现在还是不敢相信这种事情竟然会发生在我身上。有一个士兵呢，被他的女朋友分手之后呢，气得用电话跟他说了一句我要报复你，然后就直接逃出了营区。我们一听到消息就立刻冲去女生家埋伏。只是我们到了之后等了好几个小时，等了太久了，我们都没有吃饭，可是都没有任何的动静。我们都想说这会是一个长期战，于是我们这些前辈们就叫队员们先赶快去吃饭。那我就决定我自己一个人先在对面的建筑埋伏，大家先去吃饭这样。问题是这成了我最大的失误，我连我的搭档也叫他去吃饭，大家全部都在吃饭了。大概过了20分钟之后，突然有一个平头男真的跑过来，用钥匙直接冲进去了这个女生的家。哇，完蛋了！瞬间他就直接这样进去了，结束了，一切都完蛋了。我一边跑，马上打电话叫大家把饭全部都扔了，赶快跑过来。然后我能怎么办？我自己就冲进去那个女生的家里面。我冲进去之后看到了什么？还好，什么事都还没有发生，他们2个就在那边而已。我心里面就有点放心了，我就看着那个平头的休假卷把门给死死的锁上。结果呢，其实我们 DP 组从来都没有在某一个人的家里面抓过人，所以完全没有想到一件事情。他一看到我就马上从厨房的抽屉拿出一把菜刀指向我啊！我是真的没有想到，我竟然会看到拿着菜刀的逃兵，而且他的目标是我一个人。我干嘛把门给锁上啊？天！我的人生跑马灯那个时候已经看完了1/3，之后我真的要往生的时候再继续看剩下的2/3就好。面对一个没有东西可以失去的人，手上还拿着一把菜刀，那个时候我能做的就是虚张声势啊，装逼啊，用眼神死瞪着他，然后好像我可以做出什么事情的那种，但是又不能真的刺激到他，心里面就只能祈祷说拜托你，拜托。结果呢，奇迹真的发生了，我的右手一直放在后面屁股这边，其实我能拿出来的就只有烂的手铐而已。可是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可能是以为我的右手里面住着一条黑烟龙啊，反正他也是不敢对我这样刺下去。最后他就大叫一声啦，然后呢，用力的往自己的左胸口然后就这样倒下去了。我看着他这样红红的，然后这样倒地，第一个念头就是哇，
第二个念头就是赶快把那个菜刀丢得远远的，好可怕。之后就是赶快叫那个女生打119。后来其他 DP 组全部都回来，看到这个状况之后，全部都给吓死了。问题是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真的很扯的是，平时我们就抓到逃兵之后搭车直接回军队就好了。可是现在呢，他必须要赶快动手术。这种情况的话就没有我们的事情了，就必须要让我们的军队的搜查官来处理。只是我们打电话给搜查官的时候呢，搜查官竟然说他们今天没有一个人在首尔，今天真的太忙了，隔天才能够处理，所以叫我跟搭档在病房里面陪这个逃兵过1夜就好。什么东西？他是刚刚对我挥刀的我必须要跟他在同一个病房里面过1夜。可是我也只能这样做了，毕竟他就是我的休假券。我就真的这样跟他到了医院，把他给铐上手铐之后，跟他在同一个病房里面过了1夜。那天晚上他动完手术之后，因为真的太害怕了，一直叫我哥这样这样。我原本对他每一句都非常凶，而且 DP 组本来就不能跟逃兵聊天，可是我对他很凶嘛，他就一直哭，然后他还是想要得到我的帮忙，这样不管我有没有理他，他就一直在那边讲他的在军队里面发生的不好的事情啊，或者是他在家里面发生的事情那种。就这样好几个小时之后，我最后也受不了了，所以最后我就放下了一切，就跟他说 OK， 就今晚就好，我当你哥。那天晚上就是跟他聊了很多的东西，反正我能教他的也全部教了。他没有父母亲，住在叔叔的家。我很心疼的是，就那一晚的时间，我就已经变成了他比任何人还要依赖的一个亲人的感觉。就觉得说，才刚刚拿着菜刀的他，其实也就是一个单纯为了在军队里面生存而挣扎的平头军人弟弟而已。所以虽然是短暂的时间，但是我身为 DP 组能帮他的尽量都帮了。隔天我们道别的时候，我最后跟他说，你再逃跑一次，我就一定再出现在你面前打死你。我就这样狠狠的警告他，只是他满脸带着希望回答我说，那么我想再次见到你的话，再逃一次就好，可以吗？那个时候我真的非常的火大，可是他的那句跟那个表情是尽管了多久，还是会让我无法忘记的瞬间。后来呢，我退伍之前呢，还特地去查了一下他的状况，还好我要退伍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已经是上等兵，我就放心的退伍了。第三个案例就是幽灵军人大家有看过《石尾岛风云》这部电影吗？这部我非常的推荐，真的很好看。那部是改编自真实的北派特工队事件的电影。石尾岛风云的那个部队在1970年代早就解散了。那我为什么说这个呢？其实要跟我现在讲的东西完全没有任何的关系哦，拜托大家哦。在我当兵的2012年的某一天呢，我们收到2名干部逃兵的消息，只是收到的个人资料是一片的空白，没有部队名，没有身份证字号，也没有电话，没有任何的亲人，没有任何的说明，只有照片跟名字跟阶级。在我们 DP 组历史当中，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因为那些资料都是官方的记录，官方的资料都是那样显示的话，这意思是他们理论上是不存在的人。那么我们的搜查团长呢，把我们全部都叫来之后呢，非常严肃的宣布了 DP 组史上唯一的4人1组行动，还重重的警告我们说，看到他们的话绝对不要去抓，只要报告就好。后来呢，我们就跟着从那个部队来的神秘干部一起去找。有趣的是，一开始那些神秘的干部为了跟我们见面就打给我们，只是他们打电话给我们的时候啊，在我们的手机上显示的不是什么号码，而是什么贸易公司啊，这样真的完全就是一个伪装。然后当我们跟他们见面的时候，发现他们其实也没有什么很特别啊，就长得很一般人这样。所以我们跟他们一起在寻找的过程当中呢，也慢慢放下了一些紧张，然后我们也小心翼翼的问了一些他们那个部队的一些事情了，只是他们也还蛮乐意告诉我们很多的事情，有点我就是在等你问我们这种感觉。当然他们有很多东西是不能跟我们讲的，但是他们也是告诉我们很多很可怕的东西，其中几个就是他们告诉我们说，他们的军队在孤岛上面，那2个逃兵是怎么逃的，是游过大海逃出来的，真的很扯。然后也告诉我们说，那些逃兵受的训练不是什么普通的杀人用的那种战斗，而是那种真的有任务的话，例如说30分钟内切断核心地区的所有的电力跟通讯网，是这种的暗杀的技术。而且呢，如果我们假如真的有找到那2个人的话，其实首要的目标不是逮捕他们，可能就是直接射杀。听到那边我们就决定，我们就闭嘴乖乖找人就好。结果呢，怎么样了呢？最后那2位都
自首了哦，是自首哦，自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会变成逃兵呢？这跟我以前讲的一样了，逃兵并非源于邪恶，而是源于软弱。我认为比起社会上的罪犯，绝大部分的逃兵反而更接近受害者。被强行拖进不想去的军队，很多人在那边经历了各种的霸凌，或是精神上无法承受。在那样的环境下呢，当时才会几乎一天出现1名，光是陆军1年就有大概300名的逃兵。在我的DP 生涯当中，我亲自背过数百名逃兵的资料。虽然他们逃跑的理由各不相同，但我发现尽管有这么多人，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缺乏一个能让他们安心依靠的家庭。当你看到了几个逃兵有这样的共同点，你也许会觉得是偶然，但是当你看到了10个、30个、50个、100个，甚至300个案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已经不再是一个巧合，而是一种无法忽视的定律。所以我整个 DP 生涯当中最大的体悟就是，家庭对一个孩子、对一个人来说就是全世界。我觉得这个时代呢，存在着各种家庭的形式啊，而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家庭能不能给一个孩子一种信念，就是无论我在外面多么的失败，多么的辛苦，最终还有一个地方能让我回去，并且接纳我。家庭能不能成为这样的一个避风港，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我认为一旦这份信念被破碎，就会更容易崩溃。所以我到了这个年纪，更是觉得此时此刻为了成为孩子坚实后盾而努力的所有人，尤其是单亲妈妈们、单亲爸爸们，我打从心底尊敬你们。那么从现实的角度，我想说的是，对孩子来说啊，像朋友一样的家人固然很好，但是有时候啊，一个随时站在我身边像靠山一样的大人，这样的角色，我觉得是绝对必要的。特别是在咨询逃兵的时候，我发现很多的案例都是在跟父亲的关系中受伤的，因为我觉得妈妈常常都是当朋友一般的角色嘛，所以我觉得父亲作为依靠的角色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个人想要给未婚的朋友一个建议，就是如果你在寻找另一半，希望你不只找一个对你好的人，更要看对方是不是一个对你、对家庭有责任心的人，因为这2个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如果你已经在养育孩子，不管你是不是独自抚养，希望你的存在本身能够成为孩子累的时候随时能回来休息的坚实的家。最后，无论是韩国还是台湾，希望所有正在服役或是之后要服役的朋友们都能加油。感谢看到这里的所有人，我们在下个影片见，拜拜。